国防部航天发展局的负责人公开的表示，愿意和所有的商业情报、监视和侦察的供应商合作。这不就是美国人搞的军民融合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敏。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军方决定把商业星座融入军事卫星体系。这个 C4ISRNet 网站报道，美国国防部强烈的希望能够把商业遥感卫星和宽带互联网卫星直接融入军方的卫星体系，帮助美军的作战部队更快地获取数据。国防部航天发展局的负责人公开地表示，愿意和所有的商业情报、监视和侦察的供应商合作。这不就是美国人搞的军民融合吗？美国利用商业卫星执行军事任务由来已久。海湾战争以后美国军队的信息化程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就对战场宽带通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是美军的军用通信卫星的研发速度根本赶不上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方的目光自然而然的就转向了商业通信卫星运营商。几家最大的卫星通信运营商都赚了不少钱。当年著名的一星系统陷入破产之后，也是通过向美国军方提供包年不限时的服务来渡过难关，起死回生的。租用商业卫星满足军事需求，美军是轻车熟路。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私营企业开始研制和发射分辨率小于1米的高分辨率商业卫星。但无论是美国的国土资源部门，还是林业部门，还是环保部门所购买的卫星照片的数量都很少，只有美国军方才是大客户。美国全球反恐战争开始以后，美国的这些商业高分辨率的卫星运营商有 60% 的营业收入都来自于美国国防部。捕食者和全球鹰无人机投入使用以后他们拍摄的图像如果要实时传回后方的总部，就需要宽带通信卫星的服务。因此美军的信息化建设和商用卫星公司的业务拓展是相互促进的。美军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成熟而且有效的军民合作的模式。美国当然非常清楚，在航天领域进行这样的军民融合有什么样的价值。因为对于那些不在美国阵营当中的国家，如果要搞航天领域的军民融合，甚至仅仅是开发高性能的民用星座，美国人都是非常警惕的。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遭到了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全面的打压，而美国自己却是不遗余力的大搞特搞军民融合，这不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人这一次要搞的军民融合的内容。随着近期航天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马斯克的星链星座大规模建设和发射以后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规模效应，卫星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按照马斯克的说法，星链卫星每颗的制造价格可能只有100万美元，在它的基础上改造其他卫星是不是也会很便宜呢？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的新一代反导实验星座项目提供了答案。在这个项目中马斯克将拿出几颗星链卫星来拆掉通信设备，装上导弹预警用的红外相机，造价大概是4000多万美元一颗。对于卫星来说，这已经便宜到了白菜价的程度了。星链星座本身就是一个高速宽带通信系统，如果在其中插入几颗高分辨率的侦察卫星，所获得的图像可以通过星座本身迅速的传输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落，这就让美军可以真正的实现所谓的从传感器到射手的高速杀伤链。比如说，美军如果在伊拉克的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需要打击的目标，在传统上需要一级一级的上报协调，再一级一级的把命令下达给导弹发射部队。经过美军有关单位的测试，在现有的信息手段之下，即使有关部队通力合作，从发现目标到开火也需要至少20分钟的时间。但是如果把整个流程在卫星星座之内完成，只需要20秒。也许传感器在伊拉克的上空，而发射高超音速导弹的军舰在印度洋的正中间，这样的能力就会给美军的火力投送带来极大的优势。美国军方并不仅仅是看上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马斯克
和它的星链星座。美国国防部航天发展局还找到了一家叫做卡佩拉太空公司的企业，由他们来研制合成孔径雷达星座，这样卫星侦察就不会再受到恶劣的天气和黑夜的困扰了。如果美国军方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顺利地建成这样一个军民融合的太空体系，那么绝大多数国家的军事活动对于美国来说就不再有任何的秘密。如此说来，美国是不是可以占尽便宜的呢？这恐怕也仅仅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任何其他国家只要有一点点航空能力，都不会忍气吞声地接受这样的太空霸权。美军固然可以享受到商业卫星带来的好处，但是其他的国家也会想办法破除商业卫星军用化对自己带来的威胁，这就是反卫星武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拥有了航天发射技术，就具备了基本的防御能力。在最差劲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只要是能够弹道导弹把一大包钢珠扔到轨道上，就可以破坏这个高度上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卫星，不管是军用卫星还是商业卫星。美军一定要把商业卫星纳入自己的军用轨道，那这些私营商业资产就处在高风险的场景之中呢。美国正在把整个宇宙空间一步一步地推向军事化的危险的境地。如果有哪个国家忍无可忍，研制和试验反卫星武器，那就是美国军方逼出来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